大家好，我是小高姐，今天我们来做豆沙。这个是给豆沙粽子准备的豆沙，是一个少油的配方。红豆500克，清理干净。如果你是用高压锅的话，你不需要泡豆子，但是如果你是用普通的锅来煮的话，提前泡一下豆子可以缩短煮的时间。把豆子放入锅中，加入3倍的水。高压锅上气之后压35分钟，然后自然放凉。煮熟之后呢，锅里还会剩一点点的水。而且这个豆子已经非常软烂了。趁热给它控水。取2/3的豆子放到机子里头打碎，留下1/3的豆子。如果这个豆沙的里面可以吃到豆子的颗粒感，会更好吃一点。加1大勺油。如果你这个豆沙是用来做豆沙饼啊，或者是豆沙包的馅儿的话，你可以再多加一些油。用小火来翻炒。这个地方可能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辛苦的一步了，这个大概我炒了15分钟左右。炒到这个地方它已经成型了，你的大功基本上就要告成了。下面我们来调味儿。先看一下糖，如果你是做普通的豆沙呢，你就用红糖。因为我后面包粽子的时候还有红糖，今天我用白糖。糖的分量后面还要调整，我们先从1/3杯糖的用量起步。加入糖之后呢，豆沙又会变得软一些，我们再稍微炒1-2分钟，它就回到这个固体的状态。这个时候给它加入麦芽糖。麦芽糖除了可以增加这个豆沙的风味之外呢，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配方的油比较少，豆沙在炒干了之后呢，它会散开，所以利用麦芽糖把豆沙粘合在一起。麦芽糖搅匀之后呢，尝一个味道，看这个地方你是不是要再补一些糖或者是麦芽糖。我后面补了2大勺的糖。最后呢，你一定要点一点点的盐来提味儿。这个配方做出来的豆沙不是特别甜，如果你喜欢更甜一些呢，你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糖。其实你要是看了我下一集的豆沙粽子，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做这么甜了。把最后调整的糖量炒匀之后呢，你怎么样判断这个豆沙就炒好了呢？豆沙在热的时候是软的，但是它放凉了之后呢，它会变硬。你现在锅里的这个软硬程度，就是你最后趁热吃到你那个成品里面豆沙馅儿的软硬程度。所以如果你是做豆沙包或者是豆沙饼，你那个豆沙馅儿可以相对软一些，在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为了做粽子的豆沙馅儿的话，你还可以再继续炒的再干一点儿。我后面又炒了3分钟，炒到这个状态就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豆沙馅呢，一般都是半成品，都是为了最后的成品而做准备的。你要知道它的用途，然后根据它的用途和你所要达到的这个甜度或者是软硬程度来适当的调整这个配方，你就可以达到最完美的效果。我是小高姐，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